大家早，今天我想在这个影片继续和各位分享10小咒的功德利益。今天我想和各位分享的是药师灌顶真言。药师佛在我们佛教呢，他的发愿本愿就是希望能够解除所有众生的身心的病苦跟痛苦。在我们人世间生老病死这个是4种根本的苦。那药师佛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药师佛的本愿，他就发了12个殊胜的大愿，很多都是希望能够解决我们众生现世的痛苦，不管是刚刚我提过的身心的病苦，或者是饥渴，或者是种种这些跟我们人世间很多的都有非常直接相关联的。那药师琉璃光如来呢，他给予我们众生一个安定的力量。为什么呢？琉璃呢，就是古时候的那个非常清透的青蓝色非常殊胜的，就如同这个天空如果万里无云的时候，那种非常清朗的感觉那我们常常呢，心里烦闷的时候，如果抬头仰望虚空，看看这个天空的蓝，可能心情是不是会比较好一些？那所以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当中呢，就有经文很明确的跟我们解释这个殊胜药师灌顶真言。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一心为彼病人亲近枣树，或食或药，或无虫水，咒180遍，于彼服食，所有病苦悉皆消灭。若有所求，至心念诵，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命终之后，生彼世界，得不退转，乃至菩提。这里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持诵这个药师灌顶真言这个咒语呢，真言又叫咒嘛，就是这个咒呢，我们如果有病人，最好呢就是可以给他有一杯净水，然后念这个真言这个是净水清净的水，不是我们用过的喝过的，是一个就是供佛的净水，可以对这个净水供的，然后来念，祈求药师佛的这个慈悲加持，可以让这个病人能够喝这个水就是已经有加持过咒语的水，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病渐渐复原如果说我们能够很自信很诚恳的日日都是这样念诵来祈请祈求的话，我相信药师佛是非常慈悲的，一定能够满愿在经文又有说，若有受持此真言者，能拔身中过去生死一切重罪，不复经历三途，免离九恨，超越众苦，十方世界随处安乐，自在无碍这个也很殊胜。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持诵，还能够去除我们过去生一切的罪业我们不会堕到三途，就是指三恶趣或是三恶道的意思，就是畜生、恶鬼跟地狱。那能够免离九恨，恨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天灾人祸水灾、火灾地震等等这就是叫横灾嘛，超越众苦能够让我们众生超越这些所有的苦痛，然后能够最后得到自在安乐无碍。哇，这实在是很殊胜所以这是在药师如来念诵仪轨一卷中也有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能够超越这些痛苦等等让我们的众生这些所有外在的这些病痛
都能够去除。所以他这个药师灌顶真言怎么念呢？就是南无婆揭伐帝毗萨舍居卢毗琉璃波赖婆哈赖舍耶丹他揭多耶阿拉哈帝三藐三菩提耶但只托安毗萨士毗萨士毗萨舍三摩揭谛娑哈。好，这是药师灌顶真言。其实他这个药师灌顶真言就是在祈请药师佛给予加持。前面念的就是在祈请礼敬药师琉璃光如来，然后呢，希望能够药到病除，无上殊胜，速疾成就，希望药师佛慈悲加持。其实我们讲的药，有时候这个药不一定是真实吃进去的药，有些人是心有病，心有病还得要心药医。那所以在佛教来说呢，药师佛就是大医王，就像一个医生，众生的病啊，无明的大病啊，贪嗔痴慢疑啊等等，这也是一种病。所以我们在念诵这个真言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应该要祈请加持的是，让我们这所有无始劫来的这种烦恼负障种种的这些知见的障碍，叫做心病，我们要用这个法，就是法药来医疗它。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病要去看了医生，看医生，医生给了处方，我们是不是要好好就把这个药按时服用它？其实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在修法，不管是念经持咒等等，都其实是一种过程修行嘛，修正自己的心行内心的一些无明，要去把它回光返照，要去除它。这一叫做修行，其实就是从内修心而现外行，不断的提升，深深增上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应该要去努力的部分。那我想今天在这个很简短和各位分享药师琉璃光如来的这个药师灌顶真言，希望我们大家也多多念诵，让我们的不管是身心都安泰那也祝福大家一切吉祥，阿弥陀佛。